身价突破2400亿，梁文峰突然着急上市了。不得不承认，现在的梁文峰有点急了。从完成首轮融资到启动第二轮融资，再到筹划年底地表上市 ，DeepSeek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资本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。今年4月 ，DeepSeek 以100亿美元的估值开启首轮融资，短短2个月后便成功斩获约70亿美元。腾讯、网易、京东、宁德时代等巨头纷纷入局，估值迅速推高至500亿美元。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显示，梁文峰的身价借此飙升至360亿美元，折合人民币约2439亿元，强势晋升全球 AI 首富。市场还未从这场造富的盛宴中缓过神来 ，DeepSeek 又被爆出即将开启目标估值为710亿美元的第二轮融资。紧接着，一条更具穿透力的消息在创投圈发酵 ，DeepSeek 将于年底前完成上市合规准备，力争在2027年第2季度登陆上海资本市场。梁文峰的转变着实令市场侧目。要知道 ，DeepSeek 此前曾坚守了整整3年不融资、不路演、不商业化的铁律，在纷繁复杂的 AI 创投圈，他似乎只想保持极致的纯粹，屏蔽一切外界的资本诱惑。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如今随着算力、人才、生态大战的全面爆发 ，DeepSeek 小而美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。梁文峰必须拥抱资本，才能储够足够的弹药迎战。据 The Information 透露，今年4月7日，美国的顶级 AI 公司 Anthropic 向部分顶尖机构推送了一款名为 Cloud Mythos 模型的预览版。梁文峰与 DeepSeek 团队仔细了解了 Mythos 的工作机制和能力后，受到了极大的震撼。与我们常用的聊天大模型不同 ，Mythos 是一个可完全自动工作的智能体，它曾在90分钟内自主发现了一个潜伏了23年的程序漏洞。简而言之，在模型能力上 ，DeepSeek 与 Cloud 已经出现了代差。随后，梁文峰算了一笔账，要打造媲美 Anthropic 的智能体生态，单靠母公司量化业务，每年10几亿的利润已经是杯水车薪。DeepSeek 必须建立起100亿级的现金储备，才能在牌桌上与国际巨头全面抗衡。这一点，我们可以在 DeepSeek 完成首轮融资后的招聘启事中得到印证。在团队使命中 ，DeepSeek 明确写道 ：Model 加 Harness 等于 Agent， 这说明他们招人的主要目标就是填补智能体的短板。围绕智能体 ，DeepSeek 除了人才，还要建设规模更大的算力中心。因为在大模型时代 ，DeepSeek 可以用一些小技巧，用相当于 OpenAI 1/20的资金训练出一个性能差不多的模型。但是智能体时代玩法变了 ，DeepSeek 不仅要训练模型，智能体还要根据每个用户的请求，在后台自己跟自己进行成千上万次的对话。这意味着对算力的需求正呈几何级的增长。这不是用一些软件上的技巧可以弥补的，而是要实打实的硬件上的建设支出。目前 OpenAI、Anthropic、马斯克旗下 xAI 都在建设超级算力中心，训练下一代大模型。智能体所需的 GPU、数据中心和电力投入已经达到100亿美元的级别。而且通过对 DeepSeek 近1年的一系列动作的分析，梁文峰的野心也绝不止步于追赶智能体，他更想建的是一个覆盖 AI 产业上下游的生态，模型、芯片、基础建设、应用程序一个也不能落下。要完成如此宏大的愿景 ，DeepSeek 那点自有资金根本不够看。相比之下 ，OpenAI 则储备了超800亿美元 ，Anthropic 也至少储备了650亿美元，敌人粮草充足，时刻准备打响 AI 竞赛的决赛。此刻换做你是梁文峰，会怎么选？除了加快融资、上市步伐，恐怕也找不到更好的解法。舆论中还有一些观点认为，梁文峰之所以着急上市，是因为拿了很多投资人的钱，需要让他们在短期内看到回报。这种观点对也不对，因为在融资之初，所有投资人已经做出了锁仓5年不得退出的承诺。即使明年 DeepSeek 上市了，他们依旧要等4年后才能套现。梁文峰快速推动上市，真正的核心诉求可能是向内部员工兑现价值预期。作为全球瞩目的 AI 独角兽 ，DeepSeek 面临着残酷的人才争夺战。罗弗列、王敏轩、郭尔达等核心大将的流失便是预警。即使换方量化的财力雄厚，但是在跨国大厂动辄1000万美金的薪酬包裹面前，依旧显得单薄。那么，怎么样才能牢牢拴住核心人才呢？给期权，赋予员工具有高确定性的期权，并且描绘出清晰的上市变现路径，是锁定天才员工的最佳防御系统。相比之下，传统科技大厂受制于已然触顶的庞大市值，其期权增值空间极为有限，远不及 DeepSeek 冲刺 IPO 所带来的爆发性财富杠杆。上述推论可以从上个月发生在美国 AI 界的一桩挖人大战中得到印证。6月，5个大脑一下走出了4位国宝级的研究人员，第一位是 Transform 之父诺姆沙泽尔，第二位是诺贝尔奖得主约翰江博，第三位是 Coding 业务的负责人乔纳斯安德勒，第四位是 AI 训练负责人亚历山大普利策尔。他们不仅是对大厂的迟缓感到失望，更是被 Anthropic 和 OpenAI 提供的极具想象力的期权直接挖走。在 AI 竞争陷入白热化的状态下，梁文峰不得不未雨绸缪，清晰股权结构，合理分配期权，建好防御墙，避免自家培养的人才被轻易挖走。弄清楚了这些，再回看梁文峰的急，我们会发现那个曾经誓言不融资不路演的隐士，并不是被资本降服了，而被 AI 的进化速度逼上梁山。在 AGI 的漫长赛道上，这或许只是一个开始，未来 DeepSeek 一定还会有更大的动作。